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大家有没有发现，美国6月非农就业报告瞬间扭转了全球金融市场风向，单月新增就业人数骤降至仅5万7千人，远低于预期，彻底点燃降息交易狂热。然而，就在市场欢呼时，摩根大通与野村证券却给出完全相反的解读。摩根大通认为这是就业回归正常的完美软着陆，野村则警告这只是超低响应率造成的统计噪音与假降温。今天我们带你快速拆解这场决定下半年降息节奏的非农大对决。摩根大通的核心观点是，6月就业增长的放缓并不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讯号，而是一次极其健康的均值回归。在经历了前3个月异常强劲的就业暴增后，5万7千人的新增人数配合失业率下滑至 4.2%， 证实了劳动力市场正朝着供需平衡的轨道温和降温，这将彻底免除联准会对就业过热推升2次通膨的担忧。然而野村证券却持有完全相反的质疑态度，其核心观点是这份看似降温的报告在统计学上充满了不合常理的漏洞。野村强调，6月家庭调查的响应率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暴跌，这直接导致数据样本严重失真。此时，因为一组充满统计杂讯的数据而盲目判定经济降温，并大举压住联准会将连续降息，显然是低估了底层工资通膨的顽强粘性。我们来细细拆解两大机构做出截然不同判断的底层数据与逻辑。首先是摩根大通所坚信的完美正常化依据。6月新增就业仅5万7千人，且前值下修7万4千人，这让就业增速重回温和趋势。配合 4.2% 的低失业率与 3.5% 的稳定时薪增幅，华瑞认为这证实了就业市场供需大致平衡，消除了联准会对劳动过热推升通膨的忧虑。其次是野村证券所警示的超低响应率与统计噪音盲点。野村在报告中给出了一个非常硬核的统计质疑，6月份人口普查局的家庭调查响应率竟然暴跌至 66.2% 的异常低点。华瑞认为样本严重失真意味着就业与参与率的单月下滑极可能是统计误差，而非实体经济实质降温的铁证。再者是25至34岁青年劳动参与率 4.5 个标准差的统计奇迹。野村报告指出，6月份家庭调查中25至34岁这一黄金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了史诗级的暴跌，这一偏离幅度在过去25年的历史数据中相当于高达 4.5 个标准差的极端异常移动。华瑞认为如此突兀的单月异动在现实中难以自发成立，更像是样本偏差造成的降温幻觉。最后是并未真正熄火的底层工资与收入增长。野村在报告中点出了被市场热情淹没的工资细节，那就是6月平均每小时薪资其实月增了 0.347%， 创下自今年1月以来的最快单月增速。同时私营部门的薪资总收入也实现了 0.383% 的强劲月增，这超出了过去12个月的平均运行速度。华瑞认为这与疲软就业形成强烈反差，说明底层购买力与薪资通膨压力依然充沛，联准会的通膨防线仍难言放松。在这两份研究报告的博弈中，华瑞认为市场忽视了统计波动引发的预期过度透支。当调查响应率暴跌至 66.2% 时，大众所看到的参与率下滑本质上很可能只是随机的统计杂讯，而非青年人集体退出职场，这是目前最严重的定价盲点。面对6月非农数据的分歧与降息交易的新格局，投资人该如何调整资产配置？华瑞认为应关注2个核心观察维度。第一，保持冷静，实体经济韧性依旧，应继续向具备稳定现金流的防御性资产倾斜。第二，防范未来数据修正引发的反弹，因6月时薪月增 0.347% 显示工资粘性极强，需密切追踪后续响应率与工资年增率是否低于 3.5%。 总结来说，新增5万7千人的降温数据看似开启了降息大门，但 66.2% 的超低响应率与极端偏差正是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统计杂讯。看清软着陆成色并读懂工资粘性的制约，才能做好最理性的资金防御。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